友们又见面了，真的。哎，我去年上完节目过后啊，一直在全国各地巡演我自己的专场，大家有看了的吗？看了，没有看的不好意思，收官了哈。其实现在就是演的越多啊，我这个越容易暴露自己没有文化，真的。我是一个中专生，很多时候呢，多多少少有点自卑啊。去年专场演了有30多个城市，现在专场演完过后有一个环节，大家应该知道是吐钱环节。就是先写上观众的名字，后面写一句祝福。这个环节我在全国各地演的都很顺利，直到我来到了上海。我搞不懂哈，你们上海怎么每个人都有个英文名？我英语真的很差，写都写不来，真的。因为吐钱环节啊，站在那儿，简单的什么 Amy、Lily， 我还可以猜一下。但你要是跟我说 Amy 哎，我真的迷离，我云里雾里，你知道吧？有一次，个观众跟我说，他说我叫索菲亚，当时我的笔尖杵在那个纸上，杵了半天，我写了个 so。我又不想让他觉得我很没有文化，我就问他，我说你那个索菲亚的索，该不会是勿将上下而求索的索吧？我真的很恨我自己，真的，因为明明我家里的衣柜就是索菲亚的。怎么平时晾衣服的时候我就没有多看几眼它是怎么拼的，你知道吗？那天我回去看了，写的就是索菲亚，3个汉字跟我写的一模一样，真的。哎，我英语这么差，去年还去国外巡演了一圈哈，现在也算是国际演员了啊。走了一大圈。其实我第一次一个人去澳洲的时候，心里真的很紧张，一落地被一个白人警察拦下来。盘问了我好多问题啊，我一句都听不懂，当时把我急的，我说不晓得，听不懂。他直接给我翻了个白眼，我第一次看见一个白人的白眼，全是白眼人。但是我才反应过来，我是不是有点太自卑了？我明明都会说 no， 然后他后面问我什么问题，我都说 no， 最后把警察的 no 笑了，警察说哈哈哈哈。It's okay， 我觉得一点儿都不 OK， 因为我从他那个 harm 里面，我就听出来了，他觉得我是一个不会说英语的小可怜。我当时一边往里面走，心里又觉得有点羞耻，但电光火石之间，突然有一句英语就传到我脑子里面，我转头就问他，我说 Can you speak Chinese？ 他说 No， 我说It's okay。 我一个中国人，我为什么要会说英文？但我好像经常因为这些自卑啊闹一些洋相，真的。我就想起来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那是我第一次出洋相的时候，16岁，当时正在准备中专毕业要实习了。我毕业于成都汽车职业技术学校的学前教育专业。朋友每次听了都问我，你是教的是汽车人吗？是。所以你们也很容易想到，我毕业过后很难找工作。我当时就决定自己给自己找一个中专对口的工作，我就去了5星级酒店里面端盘子。那天到了后厨啊，很快就领到了人生当中第一套工作服，是一件白衬衫。我当时打开看，我觉得自己都要当上白领了。我一看衬衫 S 号的，真的白领了。而我根本就不好意思给别人说，就不敢提要求说你能不能帮我换一件，因为我是一个中专生，我们的校训就是适应社会，适应社会。那个衬衫我穿了10分钟，社会真的很难适应。勒得我根本就出不赢气，你知道吧？那个扣子从上往下扣到一半就扣不上了。我一看，这不就是个车标吗？奔驰。后来我费了9牛2虎之力，终于把那件衬衫穿上了。我一照镜子，妈呀，米其林！主管就开始训话，当时现场有60、70个人，我站在第一排。主管说：“来来来，大家都看我啊！”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打了一个巨大的喷嚏，大家一下就都看我了。
这个喷嚏有多大啊？我当时打完直接把我打到第2排了。与此同时，我肚脐眼上的一颗扣子，像上了膛的子弹一样，啪的一声就崩出去了。哇，那一瞬间世界都安静了，只有我的肚脐眼在说：“哦，天亮了吗？”有一瞬间，我真的想过把这个事儿赖给别人，但我发现已经来不及了。主管捡着那个扣子，径直朝我走过来。他说：“这是你的扣子吗？”我说：“这是我的肚脐眼的盖子。”全场轰的一声再次炸场。我没有想到我的幽默让我更加丢人现眼，现在还是肚脐眼，你知道吗？朋友们，16岁的我也曾是少女。那天是我第1天在这个社会上登台亮相，我当时简直衣衫不整又整不了衣衫的，你知道吗？那一刻我在捧腹，别人在大笑。那个主管跑过来问我说：“你那么一大堆大号的，你为什么不管别人要一件？”我说：“我不敢。”他说：“扣子都敢崩，你有什么不敢说的？赶紧去洗衣房里面拿一个3到5个叉吧。”我还是很难受嘛，一路我边哭边跑，还有捂着晾在外面的肚脐眼，在楼层里面穿梭，我就是，我真的很像一个赶着去被杖毙的宫女一样。进电梯我还要喊一声：“帮我按一下，谢谢。”对面的人根本就没有犹豫，直接一巴掌按在了我的肚脐眼上。就他这个理解能力啊，我就知道他应该是我的同学。换好衣服过后，我真的没有勇气再回去面对所有的人，我就等到他们散会，我才敢鼓起勇气推开后厨的大门。当时推开过后，那个空间里面只有2样东西，一个单词就能概括 ：excuse me。后来那个导演跟我说这是2个单词，我就说了我英语不好啊。但其实那颗扣子我一直留到现在了。后面呢，我也干了大大小小10几份工作，然后也出过一些不少的洋相。但每一次在敏感、羞耻、尴尬、自卑找不到解法的时候，我都会把这颗扣子拿出来安慰一下自己，给自己说一声“好 ，It's OK”。谢谢大家，荣誉。谢谢王悦的表演。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再次谢谢王悦。王悦每次的表演其实就是1是能量很足，2是非常非常的生动，就一下把大家带到他的那个情境里边，跟他一起去经历这个故事。天真姐，哎，你要在佩岑姐后边说是吧？嗯呐。那我们先问大林，要不？没错，真特别好，因为今年王悦的这个，我也不敢说是进步啊，就是跟去年完全判若两人。今年你的表现特别有大将风范，谢谢。然后刚才我看陆姐跟我乐那点一样，就是你们校训是适应社会，真缺德呀！非常好。我觉得王悦就特别喜庆，啊，是吧？而且非常压台，啊，就是不适合压轴或者特别压场，反正挺好。哎，第一个出来确实会紧张是吧？对，有点紧张，但还好。其实我上来感觉大家就是很接纳我，就放松很多了。其实，王悦，你觉不觉得好多演员都有那种，就是一场特别好，另外一场就很难接，然后一旦荡到谷底了，突然又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作品，都有这种起伏吗？其实我自己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有的时候，感觉面对一个话题题材，想讲的东西很多，但是怕自己又处理不好，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我这篇稿子可能在开放班上试的次数也比较少一点点，就是一场好一场不好，但是我觉得我能表达自己想讲的东西，讲给自己16岁的王悦听，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真的。好，我想跟你说，还有跟16岁的王悦说 ，You're awesome。翻译一下。你太棒了！哦，我很棒。
谢谢。 You're awesome。学吧，天真姐。王悦，你好棒，加油加油！啊，我觉得你很棒。You are great。 Great 我听得懂 ，Great 我听得懂，听懂了，谢谢。去年我觉得你那个就是像打散弹枪一样，会有很多精彩的一个子弹冒出去的漂亮的烟花。但是今年你就是可以排兵布阵了，把你的人生故事和你的文字，排列组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是既有强大的能量的呈现，然后又有那种点状的冲击到人的部分。谢谢。你真的非常好，因为。你的人生故事其实会跟很多人不太一样嘛，从去年你讲到的那些诈骗呀、什么相亲啊之类的，包括他跟他的长辈共处的一些经历，都留下了非常多深刻的印象。然后今年的从上一篇到这一篇，所以我觉得王悦你的脱口秀是特别的女性成长史，就是一个女孩可能在人生过程中会遇到的很多故事，可能都被你遇到了，然后但是你都用你自己的方式去经历了他们。我在想16岁的你那一天肯定是很尴尬跟不知所措的，但是你留下那颗扣子，那颗扣子就是你面对尴尬的时候重新站出来面对人生的那个勇气，所以也是今天可以让你站上舞台的那颗扣子。谢谢。而且确实开场之前也不想给王悦太大压力，王悦也是我们复活金牌的持有者之一。上一场是打败了刘洋，是吧？对，这块金牌是从教主手里硬生生啃下来的。哎呀，我就怕提这个。哎呀，老提。付航从去年开始，其实就一直特欣赏、特喜欢王悦，对吧？王悦台上台下一样可爱，个人魅力太强了，永远对你表达喜爱。最后嘱咐你一件小事啊，以后出国不用担心英语不好了，无论国内外，滴滴都能用中文打车，陪你去往每一种生活，想咋地就咋地。滴滴出行这个是真的 OK。好的 ，It's OK 啊。谢谢王悦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开场表演，也是获得了气氛组的满票，谢谢你。先不公布票数，对决之后统一揭晓，请你先返回对战区等待。掌声有请气氛组组长侯佩岑。我是侯佩岑，谢谢节目组邀请我。这个节目从第1季我就看了，超喜欢付航的，他给了我很多的自信。去年侯哥火了，今年换侯姐了，谢谢。今年呢，我参加了《乘风破浪的姐姐》，大家都说。我情商高，爱客套，可是我真的没有。我今天来到这里是非常的真诚，因为我很喜欢这个节目，很喜欢这些选手，也非常喜欢周星驰先生。以上3句有2句是客套的，你们猜是哪2句？今年在《乘风破浪的姐姐》。我们在户外录制嘛，所以我们都会到，比如说各个地方海滩呐、高山呐。我曾经在昆仑山上唱歌。海拔好高哦，高到比我的情商都高。然后我跟这个罗雨彤姐姐还有一个舞台，我们就在昆仑山的山顶上开车，很潇洒，对不对？大家还管我叫昆仑山车神。但是为了画面好看，让我要保持匀速20迈。20迈耶！那个陡坡溜车都不止20迈，但导演跟我讲，他想要拍出一种末路狂花的感觉。我想说什么狂花开20迈啊？感觉这种狂花就是在末路上会等红绿灯，这也太礼貌了吧？不愧是我侯佩岑。参加这
这些节目真的给我收获很多，尤其是姐姐们给了我很多的温暖，我们互相托举，也有很多的力量。像我的好姐妹管乐，她不仅托举了我，她也在拉票的环节把我抡了起来。女性的确是非常有力量，特别是上肢力量。像我长这么大，我也是第一次在宿舍里面过集体的生活。那宿舍的生活非常开心，跟姐妹们一聊就会聊到很晚。为了不耽误第二天的这个排练，我们都有给自己约法3章：1、12点以后不要聊天；2、1点之后不要聊天；3、3点了最多聊到4点。你看吧，中年人真的较少。参加节目之前，我其实有很多的顾虑。好在我家里人对我很支持，我的2个孩子也会看我的节目，就学着节目里面的姐姐叫我姐姐。他们还会帮我编舞，在地上翻了2个前滚翻，跳起来说：“妈妈，你能跳这个吗？”我一直很难拒绝别人，但好在孩子不是别人。我跟他们说，这个妈妈的确是做不来，女性可以托举，但尽量不要翻滚。40加的妈妈有再出发的勇气，但是40加的妈妈也有一些腰肌劳损。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机能会下降，但是我们不要轻易否定自己的可能性。我录这个节目真的很开心，而且我还获得到一个幽默大师的称号。这个称号我就真的受之有愧了，因为在我的心里，幽默大师的门槛很高的，比如说郭德纲老师、周星驰老师，还有马东先生。这里面有2位是真正的幽默大师，你们猜谁不是？你好，郭麒麟，听说你认识郭德纲老师，对不对？还凑合啊。可不可以麻烦你把刚刚那件事情告诉他，让他可以安慰一下马东？对，你告诉他，他不是。最后，今天作为气氛组，也请各位选手相信我的礼貌。我不仅可以没苦硬吃，我也可以没梗硬笑。我都47岁了，还可以乘风破浪，大家也别怂。希望今天大家都可以有很好的发挥，突破自己。发挥的不好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相信自己，你们一定都可以活到47岁的。加油！感谢大家，我是祝福大家长命百岁的侯姐侯佩岑。谢谢幽默大师带来的脱口秀表演，谢谢。我们也再次欢迎我们另外3位气氛组组长，欢迎天真姐，欢迎大林，欢迎马东老师。吨，快乐正上头，感谢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的统一春福无糖茶独家冠名播出。什么感受？好紧张啊！2只手抓着麦克风，确实也想访问您来着，就是讲脱口秀是一种什么感觉？是我一直很梦想做的事情，但其实真的太不容易了，所以我要对大家表达最高的崇敬。小鹿，我好喜欢你，我跟你表白一下。啊，谢谢。咱们这是这一赛段的第2场，那上一场也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激烈的也非常精彩的比拼，刘仁成带领的一个队跟刘洋教主带领的一个队，非常精彩。2位队长反正都已经在待定席待定了，可见比赛的精彩程度。那咱们几位对上一场的稍微简单回顾一下，可以有什么印象深刻的那些场面？我对于老登这个词儿非常敏感。不知道为什么，像整场一直都在老登。老前辈也是老朋友了。谢谢马登老师。我也不知道说谁，估计是你。我先努力活到47吧。
我希望这一场都安排我在佩岑姐后面发言，我真的很想模仿她讲话的口气。那这样子好不好？好，我们一起帮接下来要上场的选手们，我们帮他们加油。好，好好哦。我们用比心的方式，就是各种比心，比如说比小狗耳朵啊、蝴蝶结，还有爱心，跟这边，然后最后是哇哇哇，3个连续，每一个人都要走这一套流程。每个人一起，我们一起好不好？这儿的观众，你准备塑料袋啊，万一吐出来。小猫来，小猫。马东老师。小猫。对，小猫，然后小狗。哇哦。那个富航、小鹿还有庞博，你们不要忘记要一起哦。我幸亏咱们不在那儿，幸亏咱们不在。会给你们一个节奏，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呦，好忙啊！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最后是哇哇哇这样 ，OK？ 哇哇哇。最后这3下，看你们扛得住扛不住。来吧，预备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哇哇哇！哎呀，好忙！最后我再请那个天真老师补一个爱你哦，爱你哦。那下一位演员也不用过多介绍了，掌声有请黑灯。嗨，大家好，我是黑灯。准备好进入黑灯的世界了吗？那关了吧，看见是吧？哎，朋友们，遇到过那种情况吗？坐高铁，一上车发现你的座被别人给占了，挺常见的，对不对？我遇到过一次，啊，不给残疾人让座，跟残疾人抢座，是吧？高铁的座位还有一个很贴心的设计，你们可能不知道。买票选 A、B、C、D 那个页面会弹出一个提示框，说系统给您安排了残疾人专属座位，是否接受？见过吗？没有也没有关系，以后办了残疾证自动就会弹出来啊！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机会啊。第一次看见的时候我还挺感动的，人文关怀嘛，对不对？接不接受？肯定接受啊！有便宜不占王八蛋也都。点完接受，他开始转圈加载，转了半分钟，说卖完了。系统给您安排了其他席位，祝您旅途愉快。谁还能愉快？你没问我之前，刚才老子挺愉快的。我说天儿不错，出去溜达一下。一出门碰到一个大哥过来拍我肩膀，小伙子，我说咋了？他没事，哥提醒一下，你残疾，拜拜。生活愉快。现实生活中没见过这种人吧？活不到成年，挨打最多就这样的人，是吧？跑到你跟前都是，哎，巧克力吃不吃？巧克力，我爸从比利时带回来的，比利时的全世界最好的巧克力，要吃吗？要吃，让你爸出国买。巧克力叫 chocolate， 谁要吃你的巧克力？我有我的统一春福无糖茶。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不用出国，想喝哪儿都能买到。你就说你想不想吧？你肯定想，赶紧去买，别等了，视频暂停一下，现在就去，我等你啊。那天我就没有买到那个残疾人专座，就是一张普通的票，一上车发现还被人占了。我是 D 嘛，那人坐在上面，我就我说是不是搞错了？我刚想张嘴问他，他先发制人，他说你坐那个 C。就那个笃定啊，那个不容置疑，你坐那个 C， 我就怀疑我是列车长，他是。
什么人凭什么命令我呢？对不对？你跟我商量一下，不用真商量，有那个意思，语气到位了就能接受。你能做那个 C 吗，小伙子？能。你做那个 C 就不能了。但这都是事后复盘。就电光火石那一瞬间，脑子根本转不过来，哇，被那个气焰震慑住了。你做那个 C， 我说好。一坐下就反应过来，说啊，凭什么听他的呢？对不对？气了一天，吵架没发挥好就很生气，是吧？到晚上约朋友吃饭，到吃饭反应过来了，我说我可以蒙他呀，我说地是残疾人专座呀 ，disabled。就应该坐在地上呀。哦，下次再遇到这种，我就跟他掰头，我说你自己滚到 C 上面去，我就要坐我的地。地是残疾人缩写，上过初中的人都了解。难不成你是个玩说唱的老铁？我那朋友说，残疾人缩写那不就 C 吗？次安残，你做了 C 没问题。次安残脑子又没转过来，是吧？我说照你这逻辑，我做 B 也可以啊 ，blind 坐在 B 上面也非常合适。他说让你做 A 也能做，我说 A 怎么也能做？他说大家看你第一反应就是哎，残疾人来坐。后来真的买到过残疾人专属席位，就是16节车厢，有大概2节里面有无障碍厕所，在那节车厢的第一排。那个地方确实宽敞，第一排你发现没有？也很好找，就是大家放行李的地方。哎，一个坐轮椅的，对不对？非常期待今天残疾人专座，咔咔咔一进来一看，什么意思？跟箱子挤一挤啊，让残疾人看行李。不怕他偷啊，确实是啊，他偷了他拿不走啊。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第一排是离车门最近的，能理解吗？行动不便，一进来就到了，这个确实很合理。但是卖票那个页面上的问题，那个弹窗到现在没改，5、6年了，一行代码就解决问题了。你把这2个步骤的顺序前后换一换，你别上来就舔着脸就问你说，哎，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你先回家翻一翻你库存，你找一找我还有没有就。有你再出来卖啊，对不对？没了小嘴巴就闭起来，是吧？你说微信群里面红包抢完了，是不是就应该把它撤回去？还点击详情，谁想看谁抢了多少钱？我没抢到，我就不想知道了，对吧？体验很差，真的啊！祝你旅途愉快。祝的一般都是你没有的东西。祝你旅途愉快，说明他也知道我生气了，他不在乎，我就去投诉了。第一步身份验证就卡住了，他要我在6张图片里面找向日葵。没有办法了，是吧？事儿很小，但是，哎，确实体验很差。我确实没什么办法，我就讲个段子，就当笑话这么一讲，你们就听，对不对？但是产品经理，你不要就当个笑话听啊，你走走心好不好？你当个事儿办，对，能不能改？能，肯定能改。你现在就去改，别看了，视频暂停一会儿。你不改，我会一直盯着你。黑灯 is watching you。讲到这，谢谢大家。谢谢黑灯的表演。3、2、1，请锁票。再次谢谢黑灯。又是熟悉的黑灯的风格哈。对，我觉得那个黑灯特别像一个社会观察家，然后就是 watching 了
很多的领域，然后把你自己生活中遇到的困境把它讲出来。而且我听说上一季因为讲了盲道，讲了那个无障碍通道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地方确实也做了一些调整跟整改，是促进了一些真实的改变。因为这样子的，因为其实它不是一个光是残障人士的问题，就是大家老了之后多多少少都会，你譬如说坐轮椅什么行动不便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对吧？你如果现在不关注，那就是你的将来，朋友们。说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特别需要就是有这些体验的朋友们，有这些观察视角的朋友们，找机会说出来，就大家互相提个醒，提个醒被注意到，可能就被解决了。你这个第2年参加节目什么感受啊？就是害怕，第一场分都巨高，我们在后面看得瑟瑟发抖啊，所以还是忐忑，就新人都太厉害了感觉。但我觉得你的持续创作能力还是很强的，你不要那个呀，要有信心。对，我知道。黑灯刚刚天真姐说到这个黑灯创作能力确实是出众的。对，黑灯最近也写了一首 rap。啊，要不然咱们直接现场就给大家来2句。来一个。先跟大家说一下这名字吧，黑灯叫什么呀？是这样子的，是我介绍一下这个前情提要啊，是我前2天去参加了那个罕见病交流的会，就是在第1期比完之后，我心态崩了，我说谁也打不过，赶紧去罕见病大会紧急搜集一波素材，是吧？然后就问他们，然后他们就有好几个坐轮椅的朋友跟我讲了那种受到了一些限制，本来是 OK 的，突然来了一个，我听了就很生气嘛。我说行，这个第2轮就写这个，然后稿子没写出来，然后就改吧，写了首歌就变成就是讲轮椅的一个事儿啊，就不能唱完整了，可能唱几句副歌的地方可能嘛。来 DJ 抓个 B， 来抓个 B， 好。我是轮椅骑士，来消灭你的歧视。你也没有歧视，只是习惯性的无视。虽然看不见，但我很难视而不见。此时此刻，黑灯照出你的冷漠嘴脸。我是轮椅骑士，来消灭你的歧视。你也没有歧视，只是习惯性的无视。虽然看不见，但我很难视而不见。朝着你的伪善面具射出一支毒箭。哇 ，bro， 谢谢，非常感谢，但没有达到我的标准，不好意思，我听听你的阿卡贝拉。你真是个 rapper。对，不是那个，本来就是我的行头，这就是。有人给黑灯捐款吗？捐10万，捐10万。我们组只有节目。黑灯，我觉得你超帅的哎。虽然你叫黑灯，但是你是我们大家的明灯，爱你哦。哇，行业又有明灯了，哎呀。我觉得黑灯交流感特别好。就是你看他，其实不管他在作品里还是在作品外，他能跟台下的所有观众们就随时的就能够建立联系。我觉得这是一个台上的演员特别难得的一个素质，因为他们可以眼神交流。我只能跟他们聊天那种，就大概这样抓住他们的那个。但是说明你很敏锐啊。哎，除了你自己这个就最熟悉的这个题材之外，其他题材你还有感兴趣的吗？其他题材也有一些吧，但是这个很扎心的一点就是，我去年一整季讲了7篇稿子嘛，有6篇就是关于这个残障相关的，然后有1篇是讲那个西藏旅游的那篇，结果最后传播度最广的就反而是那一篇，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其实很难感同身受。他能感受的就是他平时遇到那些东西，这个东西你其他讲的再多也好，但他不会有那么大的感受。对，所以只能坚持讲下去，就靠数量堆出来。我觉得是，对吧？一直讲。那我觉得你刚才那歌的时候还挺那什么的，尤其那些歌词啊，那种哎，那个可能传播起来会
就反而就特别容易。对，是觉得那个就是，有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可能得掰开了揉碎了讲，歌词可能能稍微含蓄一点，能传播的广一些。虽然我那个也不太含蓄。我提醒一下，刚刚在黑灯表演的时候没有舍得暂停视频的，在看视频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暂停啊，立刻马上去买统一春福无糖茶，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哎，这句也得往心里去啊。焙茶、绿茶任你选择，黑灯和我都在 watching。非常精彩的表演，也是获得了气氛组的满票。那我们也把王悦请回舞台中央。我再说一句话，王悦来，下一轮能不能把这个杆粉刷一下？我2次都没找到他。我们也注意到了，争取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你先站到圈里去。圈在哪？OK， 好。谢谢王悦，刚才特别可爱。黑灯在段子里讲那 disabled blind 的王悦说什么呢 ？disabled。什么意思啊？特别可爱。Sorry。一上来就是非常精彩的对决，看看最后的结果吧，请看大屏幕。我觉得王悦今年进步很大，然后他把这个事情，其实是相当于是每个人大家听了都会很心疼他的一个故事。我觉得他处理的这么好笑，我觉得他这是相当厉害的技巧了。他的稿子非常的扎实，然后又是观察，然后又是结合自身的一个状态去评判这个现实主义的这个题材，然后我就感觉非常的精彩。他们2个比完，我觉得还挺5分的。谁输赢完全都不重要，因为他们都太精彩了，而且不分伯仲。首先恭喜黑灯181票成功晋级，请你前往晋级区。王悦179票，也是非常出色的成绩。哎呀，但按照规则要暂时前往待定区，有什么要和大家说的？我也没有什么太多想说的，因为这一季其实，来的时候呢就很开心，因为我好朋友嘻哈跟我一块儿来了嘛。然后上一轮我们表现都挺好的，然后这一轮的稿子呢，其实也是了了我自己的一个心愿，其实，然后也感受到大家的喜欢。哎，妹妹，179绝对走不了。哦，走不了啊。走不了，走不了，妹妹绝对走不了。哦，我还有金牌的嘛，不说了。谢谢。没事，你不要忘词啊，一会儿。拜拜。王悦成功！好。第一次看到这屋什么样吧？我真服了。这是你亲手帮我送来的屋子。黑灯。因为马上就是第2组对决了，我们看一看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哪2位朋友。请2位移步对战区，加油！一位是大家很熟悉的老朋友 Nora， 一位是真勇第一次来到喜剧之王单口季的舞台，但是2位在线下都深受观众的喜爱，我们加油，好不好？首先要上场的这位，他是来自哈尼族的边疆少年，虽然是新人，但上一次也是为自己赢得了很多掌声，我们欢迎真勇。真勇是小众语言的单口演员，普通话不太好的哈尼族少年。骑比员写点啥子有啊有，或者是了爱了，给不得写了我手起来呀，被骗过去了，我骑个摩托车就回来了。他在我们这一组的口音都被他带偏了，我跟你讲。无锡说了，无锡说，厕所那批狗子啊，以前在线下的时候也有提过。3期不来，真勇是晒黑了吗？真勇不是晒黑了，真勇是没有打粉底。今天是这样，我们在天台拍了一天外景，他的汗水把他的粉底全部都弄没了，然后他又喝嘛，他又吸光了。不要模仿我了，好不好？
我肯定对我的段子有信心，但是对面的选手也挺强的，我希望我全力以赴。我觉得只有这篇好189，不好就回大沙里。找他的大锅底。好了，大家好，我是张勇。我们从这个黑灯的说唱世界里面来到我口音的世界，好不好？好。我是这个来自云南的这个哈尼族，因为我是少数民族嘛，所以从小讲这个民族话，我的普通话很差。但是大家敢相信吗？就我这口音，我大一的时候居然敢去参加我们学校的演讲比赛。我当时去到后台，前面的演员讲得太好了，普通话太标准了。我当时在后台上想了呀，我今天唯一能赢的一种方式是，让评委把我认成外国留学生。所以我上台这个疯狂学那些留学生说话，我甚至为了拿高分，我学他们喊我爱中国。而且我这个哈尼族是生活在一个去年非常火的一个山区，叫哀牢山区，大家刷到过吗？对，网上说哀牢山很神秘、很恐怖，之后火了，很多人就发消息来问我说：“真友能不能带我进山？进山是不是不要钱？”我说：“是的，我们那里进山是不要钱，但是救援要钱。我们那里的 GDP 现在就靠救援队拉动啊。”所以因为是山区，所以我这个普通话很差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小时候老师的资源非常落后。我普通话那么好，要感谢我的小学语文老师。他身兼多职，他同时是我的数学老师，我的副校长，也是我的大姑爹。大姑爹就大姑父的意思。他没上过什么学，就来教我们了。就你们遇到过一种情况吗？就是老师跟同学一起解题，同时解不开。这道题被侯佩岑老师解开了。我都怀疑他不是来教书的呀，他是来跟我们一起复习啊，因为他也想考初中呀，我感觉。但是他比你们的小学语文老师伟大多了，因为他的确做到了，把毕生所学都教给了我们啊。哎，这其实就是我们学校的那个环境也非常差，我们学校就在那个村子里面，旁边是村民养的那些家禽家畜。小时候大家也做过那个鸡兔同笼的题。我们都不用算，我们直接出去数。但我数了很久，告诉大家一个正确答案：鸡和兔真的很难同笼啊！这动物根本关不住，它跑进来学校里面捣乱。有一次，老师在黑板上面解题，有2头牛就冲进来了。我们说：“老师牛啊牛啊！”老师说：“谢谢谢谢。”但是他转过来之后发现情况不对劲，他要立马紧急停课，想说赶我们走，让我们回家。但是我们一个学生也没走呀，我们想看呀。所以这么跟大家说吧，我小时候云南半步都没出过，但是我在现场观摩过西班牙斗牛。所以小时候一直感觉我一直跟动物生活，这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以至于我长大之后去酒吧，我那个逛山园的游戏都脱口而出。啊！记得有一次喝酒醉了，别人问我动物园里有什么，我说有教学楼。他说没有，我说有大姑爹吧啊！教材也非常落后，教材是一代代传下来的，他们会在上面乱涂乱画。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教材，课本上齐白石的虾，到我这里的时候已经在约压锅里了。他们还把课本上所有人物的这个眼睛涂掉，就抠掉，就是人家齐白石画虾，他们把齐白石画虾。后来终于情况好点了，终于有个师范生来教我们编家了。但是师范生的这个师范老师的生活更艰辛，他要去跋山涉水，去县城运输一些物资回来给我们。就比如那个方便面，小时候在我们那里很稀缺，方便面。在我们那里很稀缺，它甚至都不是一种主食，而是一道菜，很美味的菜呀。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吃那个方便面配米饭，
每次吃完我感觉幸福的头昏眼花。现在我才知道叫晕态啊。有次也很生吃，老师给我们带来了4种不同口味的方便面，那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4菜1汤。所以吃的很艰难。我们少数民族是吃那种野菜、野果。有一次我就把我家的野菜给老师吃了，老师说：“真有，这野菜真的能吃吗？”我说：“老师，这野菜当然能吃呀。我们哈尼族祖祖辈辈吃了3000年，把自己吃成了少数民族。”但是我们现在边疆条件好起来了啊，赶上了时潮，还喝上了新上市的统一春福焙茶，采用3活工艺啊。边疆人民还是不太适合接商务，好好做喜剧吧。但是对于当时的老师还有个特别难的点是洗澡，我们都是在河边洗，但是他不好意思跟我们洗，他就跑去深山里面洗。每次他跋山涉水去，跋山涉水回来，相当于白洗啊。但每次他往深山洗的时候，我们很担心他呀，担心他不熟悉路危险，更担心他太熟悉路了，就走出去了，再也不回来了啊。所以很多人不理解，这么条件艰苦下，有的老师坚持了半个学期，有的老师坚持了1个学期就走了，这个老师坚持了3、4年。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跟学校签了5年的劳动合同。不过这个老师特别好，他坚持了6年才走的。老师还特别好，走之前还跟我说：“曾永呀，我特别看好你，你一定要努力走出前面这座大山。”我说：“可是老师，走出前面这座大山，对面是越南。”但我今天想在这个舞台上跟老师说，欢迎老师回到我们边疆。现在我们那里有洗澡的地方了，我大姑爹也退休了，欢迎你来当校长啊！校长，下次见啊！谢谢真勇的表演。喜欢刚刚真勇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蛮紧张的哈，很紧张，很紧张。边疆人没见过什么世面啊，但是效果很好。其实他这个声色反而让他的这个喜剧效果上来了，是不是？马老师啧称赞。对，我特别喜欢，因为就是。他当然了，他说那个紧急提课的时候，我是想反应了半天，才知道那是紧急停课，你知道吗？但是我跟你讲，你们任何人说都说不出他那个劲儿来，我自己也说不出第2遍来。所以可见幽默感这件事儿跟语言有关系，它关系完全没那么大，它跟节奏、状态、情境。我听着他那个，我就完全已经到了他那个寨子里了，你知道吗？就是我刚才说实话，我听黑灯的那个作品的时候，我能感受到黑灯的敏锐和他的观察，但是听他这个，我一下就到边疆了，你知道吗？但是我跟马东老师说一下，我们边疆现在不住在寨子了，住在社区。城建是一座大山。啊，特别棒，我特喜欢。我觉得就是它感染你，你知道吗？有的时候那个普通话还是可以学一学的。下次来喜剧监狱学哈。你别说，你演东南亚的黑帮其实很有天赋。毒蛇帮差你一个。我其实跟马老师的感觉一样，我也好想跟你回到你的家乡。虽然我已经不想要在户外去露营了，但真的觉得很佩服你，就是一路从边疆穿越了大山，然后走上了这个舞台。所以你在我心目中就是披荆斩棘的弟弟。谢谢。然后我想跟你说的是，真勇，你真勇。谢谢乘风破浪的姐姐。就是他整个在自己那个语境里，他说什么都对，口齿不清也对，发音错误也对，没有商务也对，有商务你也岔劈了，没读出来。我说应该多找他做商务，就说明你看我们这产品都已经到边疆了，
就是说我们卖的广。真的，我要是客户，我就指定让他念商务，是因为他指定念商务，能多念好几遍，你知道吗？要不干脆你现在再念一遍吧，对，不然结束你还得补录，而且我觉得大家爱听。好，你们帮我听听我标准率这是多少个啊？多少个啊，现在我们编家条件好起来了呀，赶上了潮流，都喝上了心。是喝上还是没喝上？这个就算2遍了吧，对不对？重来。再来回。现在我们编家条件好起来了，赶上了潮流，都喝上了新上市的统一吹拂背长，采用3重焙火工艺，焙香醇厚，口口生香。太难了。我好。第一次看到念完商务山呼雷鸣般的。你除了不知道这是什么产品，其他没有问题，对吧？是统一春福焙茶，听着感觉这茶叶就像在你们家门口采的似的，那个就是。我觉得这种身上就是有很强的那种自然的气息，一切都浑然天成，然后又刚从山里面走出来。但是你的就是，其实你去细听它的文本结构，它是那种既走心又有结构的。比如他前面提到说，老师跟他说你要走出对面这座大山，最后他又跟老师说你要走出对面这座大山。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文本上是有非常好的铺排的。所以我就想，你可能是那种自然派的功法，就是自己吸天地精华灵气，然后长成的某一种魔丸。我觉得甄勇的内容很好的，就是他感觉把他真实的生活带出来，让大家看到了云南山区一些你从小到大经历过的事情，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是的，现在有很大变化了。所以说，其实我是在为什么我能消解掉，就是因为我成长过程中它变好了才消解掉的。所以我也希望每个人的生活都在变好啊。变好，对啊，谢谢你，我就特别希望你身上这个劲儿能一直保持下去，能一直在这个舞台上。回去问你大姑爹好啊，大姑爹，问大姑爹好。也看到拿到了气氛组的满票，那我们先回到对战区休息，谢谢甄勇。接下来要上场的就是甄勇的对手了，我们老朋友俱乐部的主理人，也是多语言的能力者，掌声有请 Nora。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是 Nora 啊，非常高兴过来这边。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现在呢在自己创业。那现在我们公司情况呢就有好有坏啊。忙的时候我给我老公发信息，他很久才会回。现在公司的情况怎么说呢？他会秒回。公司压力真的很大，我觉得自己好像都患上了手机焦虑症，就是我看到消息就想回复。有一次我跟老公生气，因为我刚问他什么时候回家，他没回我消息，先回了家。而且我现在看到微信上那个小红点啊，我也很受不了。我爸给我看我小时候的照片，我很不耐烦，我非常想马上把我额头当中那个红点给抠掉。戴哥朋友们，为了借手机呢，我试过很多办法啊，在飞机上没有信号，我想太好了，我可以看10页书，没有，我 P 好了10张照片。终于去年呢，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去了一个10天的冥想营，它在东南亚的一个岛上。10天，手机要全程上交，不能讲话，只能吃素，也每天都要冥想。其实我呢就想去借手机，我妈问我啊，你为什么要去东南亚了？我说妈妈，图个清静。我妈说清静，根本你去嘉定呀啊！我说妈妈，冥想就要去个大家都不认识的地方。我妈说跟你去王明霞阿姨家呀，啊，王明霞是谁？你看你不认识的呀。好不容易买到机票了，又遇到的新的情况，就是那个飞机啊是早上9点的航班，但是8点呢有台风会登陆浦东机场，别人都退票了，我不退，我硬飞。我想万一呢？万一该飞的时候，机场正好在台风眼里，不就可以飞了？我老公知道我要去机场啊，说了一句预言我未来的话，他说：“老婆，你真勇。”
终于到了冥想营，我的身体变得很奇怪。工作人员让我交手机，我的手往前伸，人在往后退。我没想到这手机啊有后坐力。那一刻，我甚至感觉我交出去的不是手机，是我的肺，因为我都快不能呼吸了。工作人员很同情地看着我，点点头。我走到角落，叹了口气，掏出另外一部手机。谁没有2个肺呢？在被警告要被赶出去之后呢，我真的过上了没有手机的生活。不得不说，戒断反应很严重。第1天晚上是这样睡觉的，第2天、第3天，我的室友退出了，他说他的室友有羊癫疯。白天冥想的时候，周围都很安静，但我脑子里面一直在自言自语：10天不看手机，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3体人会攻打地球吗？可能会。马斯克和特朗普还是好兄弟吗？可能不会。拉布布会涨价吗？肯定会。我为什么要来借手机啊？难得休假，我应该在别墅里面唱 K。我好想吃银龙鱼。我在脑中研墨下笔下4个大字，我说还我手机。朋友们，没有手机只能冥想，这个过程很痛苦。我也想过要放弃，身边有很多人退出，但我还是坚持到了最后，因为中途我悟了，冥想营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冥想吗？不是赢。冥想营都结束之后呢，我也没有马上去拿手机啊，我找到了主办方，我说谢谢你们，这10天我放下了手机，放下了焦虑。最后想问一下啊，证书哪里拿？他们说没有证书。我当时就急了，我说没有证书，这怎么证明我放下了呢？我感觉我一下子又拿起来了。我拿起手机，果然看到很多消息，很多朋友呢都很担心我，连发好几条，说怎么了？给你打电话关机，要帮你报警吗？3条之后就没了下文。我感觉我放下了手机，而他把我放在了回忆里。工作群里面呢也很太平，10天没有回消息，居然完全没有耽误。看到这里，我更焦虑了。我马上开始回复所有的群聊，直到682个红点都没有了，我才感觉到这10天从来没有感觉到的平静。那一刻我发现啊，我可能就是喜欢这种忙碌的感觉。会焦虑是因为我内心很羡慕那种非常松弛的朋友，但也许 love and peace 就是接受自己、爱自己的状态，内心才会 peace。所以朋友们，我也不会去冥想营了，我最多只会去王明霞阿姨家。谢谢大家，我是 Nora。谢谢 Nora。喜欢她刚刚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她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再次谢谢 Nora， 谢谢。谢谢。刚才那个是真实经历是吧？是的，去年9月份的时候去的，然后去了10天，然后的确是说整个环节都是，它是让你放下所有的思维，所以不能带笔和纸。但你们也知道，脱口秀演员真的非常想收集这种素材，所以我每天就躲在被子里面偷偷写，因为他发现的话会把你叫出去。所以你10天才有682个没回的是吗？对。您会有多少个？对，我去过一个7天的。啊，我这后面没数了，就是点儿啊。对，这很难得的一个感受，但我应该不会再去了。我觉得这感受一次，你呢？对，去的时候其实我还没讲，那个地方还是免费的。朋友们，去年9月份的时候，你告诉你妈，你要去东南亚一个10天免费男女分开关交手机的地方，我妈都觉得我疯了。所以就是，但这真去了，的确我觉得还是个很特别的经历啊。在这边完全做不到手机完全不看10天这样子，棒，挺好的。我跟 Nora 有一样的经验，就我参加过一个，就是这种类似于冥想营，要交手机，我带了3部，交了2部。可以表演一个这个小才艺哈。就是我没有办法，我在那一刻意识到我没有办法失去跟世界联系的权利。就如果我自己安静下来我 OK， 但是我想联系的时候我不能联系的时候我不行。就是所以我对他讲的这个东西是有感觉的。
那你现在还是会一直玩手机吗？就是因为手机上一直会有工作消息，我觉得创业之后就没办法，就没有下班时间，然后周末演出，然后周一到周五的话就做一些俱乐部工作的事情。哦，所以参加冥想营也没用。我自己放下手机的方法是因为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我现在有老花眼，所以手机看不清楚，半夜想玩的时候还要起来找眼镜，所以没关系，你到了中年，你慢慢就会放下它了，因为你也看不太清楚。对对，48花一花嘛，48当天下午就花，我跟你讲。估计王明霞一不怎么爱看手机。对我其实就刚才您提了一嘴这王明霞，我其实对她特别感兴趣。你认识？我不认识啊，我不认识，大姑爹我也不认识。我很喜欢这故事当中突然出现的第3个人，他是特别喜欢这种特别葛的那种。对。我想问问 Nora， 你自己就你是个这么想赢的人，那你来这个节目会被想赢这个事情放大你的焦虑吗？我就是告诉自己说，人可能活在世上也不会只有一个目标，对吧？我现在来也是希望能够多宣传多语种脱口秀这么一个文化，所以今天我来呢，不但是表演，也是来宣传和推广。谢谢大家，可以看看这边的哈 Spicy Comedy 啊，欢迎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英文、上海话、粤语的各种语言的脱口秀，感谢大家。是的，那个 Nora 也是拿到了气氛组的3票，我们把真勇也请回舞台中央。这组对决结果到底如何？请看大屏幕。恭喜真勇177票成功晋级，请前往晋级区。可以。同时 ，Nora 136票，根据规则要暂时前往待定区。走之前有什么要跟大家交代的？对，就是其实一直会讲，其实我的演出里面，可能英文的演出会占到50%以上，然后还有30%是上海话的演出，然后我也希望能够把更多的语言带到不同的城市，然后我们 Spicy Comedy 呢，现在也会去不同的城市演出，然后会有巡演，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希望大家都有时间、有精力的情况下去线下看看这些不同的朋友带来不同风格的演出。加油 ，Nora！ 去找王源休息一下。拜。走到这一步，其实已经比我想的要走得更远一些，也认识了更多的朋友，也获得了更多短期内写段子这么一个非常宝贵的以及可遇不可求的一个经验。那我还是希望回到我线下那么多可以跟观众做更多连接的剧场也好，或者是演出也好，或者是很多不同的活动形式也好，真正把喜剧扎根到剧场，带给更多观众。